25啊。3个有着远大抱负的小青年正在从外国人手里买枪。为了买到枪，他们边看书边与老外对话，但由于没听懂老外的话，他们决定自己尝试一下。为了早点实现财富自由，他们决定等一辆运钞车。于是，多年后，他们终于等到了绕行的运钞车。他们拿枪准备开干，但众所周知，运钞车的玻璃都是防弹的。这尼玛也太容易了吧，也不像电影里演的那么费劲呀。殊不知，他们的龌龊行为早已被警察尽收眼底。接着，警察展开全程大追捕，几人本来可以顺利的逃脱，结果在老二高超的驾车技术下，车子也一头撞向酒吧的南大门。3人带着人质走进大厅，接待的门童还热情的服务2楼包间贵宾5位。悍匪几人关上大门，接着对着天花板就是一梭子，结果众人更嗨了。这音效哪买的咋这么逼真呢？大哥一瞅，上来又是一梭子，这下酒吧终于安静了，只有这个虎娘们还在那瞎蹦跶。此时的酒吧老板也没闲着，一边热心的帮助手下治疗痔疮，一边忙着给失足妇女签卖身契。悍匪3人稳定局面后，第一时间将酒吧里的所有人聚集，忙了一晚上，3人也饿了，于是就让这里的厨师长站了出来。很快，香喷喷的烤肉端了上来，几人白的啤的高低整几瓶，虽然喝得尽兴还不要钱，但一想到钱还没花，人快没了，3人心里都不是滋味。几人是越聊越心酸，最后这哥仨决定数3个数，互相射死算了。结果越数越害怕，3人又不想死了，可这么多人看着，总要找个台阶吧。还是老二比较聪明，要不把他们也带走吧。崩溃了，我真的崩溃了。但老大为人正直，打架劫舍可以，杀人放火不行。于是3人借坡下驴，暂时先不死。接着他们开始整顿人质，将所有人的手机没收，给他们贴上号码方便管理。한 번만 더 그딴 소리는 죽어. 号编好后，老3开始点名。55번。见酒吧老板有点心不甘情不愿，老大就让人质代表教训他一下子。风水轮流转，终于轮到给老板治痔疮了。小伙下手是格外的狠。美女害怕总喜欢抓些东西，结果吓得他反手又是一巴掌。晚餐时间到来，悍匪吩咐厨师长做点东西吃，厨师长很不满，好不容易当一次人质，还不让休息一下，于是决定做一份特殊的硬菜，最好能噎死悍匪的那种。于是就上了一份母鸡炖树叉子，结果端上来，他们4个先吃上了。见菜里没毒，3人立马大口朵颐起来，吃的那叫一个字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晚饭过后，富二代就想整个幺蛾子，非说自己冷，让悍匪敲诈他老爸赎他出去。这悍匪哪能愿意？有钱你就牛逼啊！今天就让你看看万能的钱能不能救下你。结果富二代也是怂包，直接被吓晕了过去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美女起身径直地向门口走去，任人怎么喊叫都不搭理。原来单亲妈妈欠酒吧老板5000万，被他强迫签下卖身契。而悍匪的做法让人大快人心，他让老二把一袋钱扔在酒吧老板的面前，2亿5000万，2亿是给你的小费。同伙傻眼了，老板也是一脸懵逼。불만없지？ 接着老大当着酒店老板的面把卖身契撕掉。喂，为什么？卧槽，这也行？接着俩人屁颠屁颠的跑去拦下老板。우리가 누구야？ 부장관이고요. 돈 내라 이 개새끼야. 倒霉的老板刚到手的钱还没捂热，又被抢了回去，钱包里的钱也被当场没收。接着，悍匪让代表统计一下人质的电话和地址，准备释放20个理由充分的人质。结果这理由是五花八门，有明天要上班的，有撒娇卖萌的，有后天要嫁人的，结婚还来这里玩，一看就不是正经人。有打算飞青岛旅游的，而光头的理由是瞬息在等他。 강아지. 이거 한 번만 쏘자. 이거. 不过也有啥也没说就被放走了。 쳤네 쳤어. 몰라? 꼬리. 最可恨的这里还有3个未成年，他们听说有免费啤酒才来的。 누가? 설까치 오빠가요. 야 설까치가 누구야? 어떤 새끼야? 就冲着猥琐的长相，必须治疗一下。挨个询问完之后，人质代表表示还有55号没问。 얘 나와버려. 아, 님이 씨 총없으면 좆도 아니면서 씨, 응? 于是大哥就要和他练练。那满背的刹车印子看着牛逼，实则一点也不简单。酒吧老板还没出手，就被大哥直接 KO。不简单是真不简单。
앞으로 형님으로 모시고 싶습니다. 紧接着20个人质被放了出来，他们的言行一致，都夸赞悍匪是个好人。不信的话可以进去试试。大哥看单亲妈妈不容易，临走前还在他的羽绒服里装了些现金。有时候可能只有底层人才知道底层人的不容易。负责这起案件的民警老马一直在做大哥的思想工作，领导直接抢过电话，上来就趾高气昂的让大哥汇报一下人质的状况。这一下把大哥气的。再打搅我们2个的浪漫时光，我他妈的就撕票，明白吗？ 네, 알겠습니다. 네, 알겠습니다. 一旁的老马接过电话，忍俊不禁。 그래, 요구한 건 준비할 테니까 걱정하지 마라. 接着送餐大军浩浩荡荡的出发，结果在取餐的时候突发状况，开发商一招撩阴腿打得老三睁不开眼，接着撒丫子狂跑。大哥见状赶紧关上门，逃出酒吧的开发商彻底放飞自我，即便被摔个狗啃泥，也压制不住心中的喜悦。接着在记者招待会上，开发商大肆抹黑悍匪，说他们是杀人不眨眼的屠夫，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，就差没说刨了他家的祖坟，自己能泰然自若地坐在这里，完全是依靠自己的智慧，和警察没有半毛钱的关系，这让上司丢了面子，狠狠地训斥老马。看着电视里的开发商，财阀怒斥这户不讲武德，只顾自己逃跑，他的宝贝儿子还在里面呢。望着老三半死不活的样子，大哥一个电话打到了开发商那里，让他立马回来，不然这里的人都将陪葬。接着老大给老马打电话，让他24小时之内把开发商带过来，不然这里所有的人都将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于是人质亲属在开发商门口示威，逼迫开发商赶紧返回酒吧。此时财阀亲自出马，别人的死活他可不管，自己的宝贝儿子可不能不管。接着民警的电话打到了大哥这里，这货表面上毫无表情，实则内心高兴得不得了。此时酒吧外的气氛异常的凝重，开发商想要逃跑，结果又被特警堵了回去。这尼玛造的是什么孽啊！很快逃跑的人质就被送了回来，人质们嚷嚷着要把他毙了。大哥本着不杀人的原则，要他捐出100亿，并且让老二明天确认一下，不到账就只能开杀戒了。虽然命保住了，但老三的事还没完。벌려. 处理好开发商的事，大哥很高兴，他决定让人质们好好吃上一顿。这边老马查了悍匪们的资料，知道3人都是在孤儿院长大，尤其是老大，从小被人诬陷蹲过耗子，其实人品并不差，如果不是迫不得已，不会走上抢劫的道路。在得知他还有个妹妹后，决定走感情路线。老马设计调出老二与老三，让2人体验一下儿时的快乐，弥补一下童年的遗憾。完事去高级餐厅体验一下生活，哥俩到哪都不消停，吃个饭还递来递去，服务员小姐姐大概都跑了2里地，最后还点了一份面条子垫垫底。5分钟的用餐时间，愣是吃了2小时，把大哥站的腿都麻了。接着老马又把大哥换了出来，直接带到自己家吃的饭。由于老马为人清廉，家里穷的女儿交学费都没钱，这一切都被大哥看在眼里。第2天，2人又在海边散心，说了很多掏心窝子的话。回到酒店，大哥想了很多，最后他决定就此结束，明天释放所有人质投案自首。老马得知后对大哥感激不尽，并承诺一定护他们周全。但是天不遂人意，部长让上司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富二代。老马找上司理论，但给出的答案是担心悍匪临时反水，而且只要救出富二代就可以了。面对特警的突然袭击，局势瞬间紧张起来，人质们吓得惊慌失措。大哥对老马很失望，认为他一直在欺骗自己，不过最终还是选择相信老马，并且让老二老三跟着人质出去。大哥走投无路选择自杀，老马让大哥冷静一下，并拨通大哥妹妹的电话，企图改变他的想法。兄妹俩阔别几十年，如今能在临死前再次联系上妹妹，他死而无憾。故事最后，大哥并没有死，在众多人质的联名请愿书下得以从轻处罚。自此，影片结束。这里是北仑讲电影，我们下期再见。